大家好，一如预期，又有台风到来。先来闲话家常一下。上个星期有北部的长辈回来，对这上方的瓦片很不满意啊，只能把时间挪去一片一片瓦片进行调教。虽然说下方的菜地已经又比更前方的水田高上许多，但是在雨水期会直接弃手的原因，实在是上方院子的集水区水实在太多了，这也更加重在雨水期时土壤更为湿黏的原因。话虽如此啊，但是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，只是前院的种植空间真的很需要天气的配合。前阵子连续几天的好天气后，准备来挖掘这些玩虐人的杂草。由于这种草的草根连杂草抑制席也不是对手啊，这处外来杂草生长的空间虽然大约只有3平方公尺啊，但是清除起来却非常费时与费力啊。主要是它地底下的根系末端带刺啊，清理起来需要比较小心。在不使用除草剂的条件下，暂时先将上半部割除，等待土壤干一点之后，再进行挖起，方便敲碎土壤与根系脱离。只是天气很不配合啊，最近竟然流行起午后雷阵雨，一下雨，全院土壤湿黏的状况又会加重。目前割除上半部的效果，也只能先压抑其生长的速度。回到种植作品主题的原因，除了方便依据区块种植拍摄记录，也容易呈现不远距离的前后院种植条件却差很多。不过这雨水期过了之后的秋冬季，差距就会变小。这也是之前提及的，到底是要买菜地或是农地，差别非常大。而另外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作品好坏比较不会有杂音啊，这是当初定为作品的原因。喜欢或不喜欢，就单纯从观看者或需求的角度而定啊。后院这有一处呢，也出现这种杂草，这主要的原因跟使用灌溉河道的河水很有关系啊。而放纵杂草长到一定的数量，大概就是闲置的空间。不过这真的很需要被这种杂草教训过，才会学乖啊。看到一点这种草的身影，最好就要赶快做清除的动作，不然根系在地底乱窜真的会悔不当初啊。而虽然时常有午后雷阵雨，后院因为地势比较高，土壤有基质含量也比较高的缘故，就算下过雨，土壤也不会出现过于湿黏的状态，因此也就顺道将种植空间进行调整，不然3天2头这样下雨，根本动弹不得。而整理这区块原本设定的目标，除了除草，也打算降低种植空间，把没有使用到的位置铺上砖头走道，而砖头的来源就得把原先用砖头围出的垫高菜床拆掉，改成用数量比较多的瓦片来围菜床。这转换的额外好处是可以减少堆叠的砖头缝隙中长草，另外保水避免水分流失的效果也可以比较好。而影片一开始虽然目标是想要缩减种植空间，但其中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让种植空间单纯一点，也因此才会将砖头置换瓦片，用来铺设走道。铺设走道的目的，则是让环境可以更不容易长草啊。
在利用瓦片置换菜床的砖头时呢，却发现芦笋已经被难清除的杂草入侵了，因此顺道清除杂草的过程，一起帮芦笋做分株的动作。芦笋的根系已经很强壮，而且是团状的，这掺杂其中的杂草根系是白色的，且是单根存在啦。一起挖起后拉除算是相当容易。由于芦笋种植，其中的一种方式是直接利用根系种植，但是这需要留有主根处，会比较容易存活啊。移植时留不留上方的母茎，对于存活率影响不大，但是前提是底根得够粗壮。粗壮的底根不用1星期就可以长出新笋了。而在气温不断上升的生活环境下呢，芦笋算是很适合的作物，因为冬天天气冷的时间已经变短了，一年可以采收的时间就可以拉得很长。另外，因为芦笋是多年生的作物，种1年就可以采收很多年。若是要说缺点，大概就是冬天时需要占用种植空间。冬天的十字花科类作物又是长天期的作物，种植空间若是比较小，则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啊。但是也有家庭种植，采用芦笋每年都重新种植的方式啊。种植的时间则是在冬末入春的时候。家庭种植空间小，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克服。而芦笋若是想要进行分株或是移植呢，选择冬末春初的时候效率会比较好。现在进行分株的原因，只是因为配合空间调整。若是有兴趣呢，冬天是否可以生长，今年等天气变冷之后，再利用短片呈现生长效果。分株种植完毕后，先浇完水，这等长出新的枝条后，再做汰换母茎的动作。培土时再顺道调整地势就好。这些调整种植空间跳过很多记录了，除了因为用零散的时间整理，影片也很杂乱，就呈现整理前后的变化就好。小区块慢慢做，效果还是可以呈现出来的。而此区在干湿交替下，利用零碎的时间也快整理好了。将这鸡蛋花进行修剪，除了方便进行作业，也是想要再做矮化，方便日后的进出啊。目前是采用分批进行修剪的方式来矮化，等修剪掉的枝条处长出新叶后，再修剪其他部位。最后，这是一旁棚架上的苦瓜，因为后院地势比较高，所以只使用苦瓜的种子种植啊。若是地势比较低，也可以利用苦瓜嫁接在丝瓜上，这样除了耐涝，底茎也容易长出储存养分。现在苦瓜的价格，家庭种植用种子种也很值得。以上是进入秋冬前整地进度分享，谢谢收看。